咁由開門見廁到開門見光，今年年尾推出嘅新居屋有新設計，係咪更加實用呢？咁嚟緊嘅居屋開則可以點樣更加貼近買家嘅需求呢？Hello， 大家好，我係 Holly。咁近年嘅居屋開則咧就同公屋唔大分別啊。咁政府嚟緊啦都希望資助房屋可以大方又實際。咁所以我哋今集就揾嚟測量師回顧一下以前嘅一啲居屋開則，咁睇下有冇啲值得參考嘅地方可以擺落嚟緊嘅居屋發展入邊。居者有其屋，亦即係居屋。咁最早由1978年開始，有房委會起嘅，咁亦都有私人參建。今集討論嘅主要係房委會旗下嘅居屋，大致分5種開則。咁最初嘅居屋咧就係冇特定嘅開則㗎，咁可以話係設計師發辦，所以咧又叫做非標準型。早期非標準型咧嘅意思咧，因地制宜啦，可能喺山頭又做啊，喺啲新嘅發展區去做啊，所以咧就冇辦法有一個標準嘅設計。譬如穗禾苑先算咧，其實咧佢就喺個山頭做嘅，咁就要就住個地勢啦，所以咧佢就唔可以一排一次過嘅。見到咧佢一層裏邊咧，你就咁睇落咧，要有10幾個單位，其實唔係嘅，因為呢度咧一個 lift 堂出咗去咧，其實就有上樓梯又有落樓梯嘅，咁又唔方便嘅。不過佢有一個好嘅設計咧，就係呢啲嘅走廊位置啊、lift 堂位置咧，其實通風，咁所以咧入到嚟咧，幾冇咗壓迫感。穗禾苑主打2、3房間隔，咁實用面積由409到613尺，實用率高達8%。好似呢個2房單位咁樣啦，大門過啲咧就係廚房啦，咁而且啦仲相連埋個騎樓，可以擺洗衣機或者雜物都幾好㗎。再行入去就見到大廳啦，有成排窗採光，咁跟住沿住走廊直入係寢區。睇返房委會當年嘅設計圖，近廳房甚至擺得落2張床，而走廊盡頭嘅另一間房，咁就算擺完雙人床，都仲可以擺埋衣櫃同書台。正正因為冇抱根，第一期6個居屋可以話係各有千秋。穗禾苑最獨特嘅地方，莫過於3個單位共用一堂樓梯，而觀塘嘅順志苑到而家都仲係唯一一個有複式戶型嘅居屋。何文田俊文苑就每個單位都有花槽。不過啦，個個屋苑都度身訂造就當然唔可行啦。咁所以啦，非標準型之後就好快出現咗一種標準化嘅設計。咁十字型咧就係第一款。私人市場都嗰陣時好習慣一梯8伙噶嘛，咁所以政府咧亦都喺嗰個時候咧，可能都參照緊呢個私人市場，咁咧就做咗一張叫十字型。最早期出現嗰啲叫舊十字型，就一梯就8伙嘅啫。但係咧就發覺個一梯8伙咁都係佔咗好多空間喎，lift 啊、樓梯啊、其他嘢設施都類似，不如可唔可以擴展下咧？差唔多就去到1987年後期咧，開始不如做大呢個規模，形成一個叫新十字型，咁咧就一層唔止8伙啦。由一梯8伙嘅舊十字型擴展到一梯10伙嘅新十字型，由1980年用到2005年，統稱十字型嘅開則足足橫跨咗25年。呢一款主流開則係點嘅呢？呢個例子咧就係一個新十字型啦。我哋錦晶苑咧其實都係1990年代落成嘅一啲產品嚟㗎。點解佢可以做多啲單位咧？即係入嚟有條長冷巷，打對面係2個獨立單位。咁跟住尾房咧有一個大單位啦，仍然保持有2隻翼，就係有2伙，跟住有2隻翼咧就有3伙，加埋就有10伙啦。十字型有一個好處，無論舊嘅或者新嘅十字型咧，佢有梗房嘅。以前咧因為模仿呢啲就係私人發展，其實有結構牆之餘咧，就會做埋啲間牆，而同埋有設計到咧就有一啲嘅每個廳每間房都足夠嘅窗戶。咁當然啦，呢啲始終係我哋所謂騎膊馬嘅房間咧，始終有啲窗咧就未必可以開得好大。若果以錦英苑做例子，一層10伙入邊有4間2房，其餘6間都係3房，咁可以迎合到小家庭對生活空間嘅需求。而喺十字型流行嗰段時間，統計處資料顯示，本港家庭嘅平均人數超過3個人，咁見到開則都配合到當時嘅主流家庭結構。隨住社會發展啦，咁多數係一梯10伙嘅十字型居屋就滿足唔到當時嘅住屋需求啊，咁所以90年代初就出現咗一種和諧式嘅設計。
和諧式咧就會感覺上咧都係一個好似十字形，咁但係咧因為佢係擴大咗，比一個所謂嘅新十字形更加大嘅。唐明苑係一個都典型嘅設計，每一層咧都有4隻翼，每隻翼咧都好標準㗎啦，都有4個單位，咁加埋有16個單位。每隻翼裏邊咧其實都有大細單位嘅，而且佢裏邊咧啲房間咧差唔多踏入一個標準化嘅建造同埋設計嘅模式。最標準咧你可以話1房，如果再有啲嘅位置佢就可能拼到隔離有少少嘅空間加到落去咧，其實可以做到個類似梗房嘅一個就變咗2房嘅單位。咁嚟到和諧式嘅設計，開始採用大量嘅預製組件。咁除咗慳時間、慳成本，單位更加冇明確間隔，買家可以自行設計。其實一開入去咧，就望到個廳房噶啦。呢度好明顯廳啦，呢度去到尾位置咧有個凹位咧，其實可以俾你自己間一個房間嘅。另外一個嘅設計咧，佢個廚房咧某程度都相當大嘅。你見到裏邊好似有2個間隔，其實呢個因為結構牆嘅設計咧，有少少阻埞，但係你都可以擺一個櫥櫃，其實都可以收納到呢個我哋所謂類似柱頭嘅牆身嘅。咁雖然廚房唔細啊，但係一家人都要夠和諧先至住到呢種和諧式嘅設計啊。咁好似呢個單位咁樣啦，就要穿過一間房咁先至嚟到尾房。咁但係測量師就話啦，呢一度都唔一定做房中房嘅設計㗎。咁只要擺傢俬嘅時候花多啲心思就得啦。裏邊其實係有一邊可以做個儲物櫃，另外一邊就可以間房，而再入到尾位先至係一個房間。咁只不過呢個咧就係冇間嗰個冷巷出嚟，你又唔覺得佢原來係一個走廊咁解嘅啫。咁相比起十字形，和諧式唔單止供應多啲單位，亦都採用多啲嘅預製組件。咁現今居屋嘅建造模式唔多唔少都參考咗當年嘅做法。咁同樣誕生喺90年代嘅設計，仲有康和式。咁同時啦，係最受到歡迎嘅一種居屋開式。點解呢？因為佢真係好似私人樓宇，翻以前啦，我哋就十字形咁樣都係睇百貨啫。睇下呢個康和式嘅一個例子，就喺沙田嘅愉翠苑。咁入咗去咧，就直接咧就見到一個廚房。呢個廚房咧就正對出一個空間咧，其實都幾開揚嘅。特別呢度做咗一個幾大嘅所謂嘅凹位。其實咧呢度都幾好通風，所以呢個咧就煮飯起上嚟咧就唔會覺得好唔舒服。呢個單位行入去一個走道之後咧，喺客飯廳嘅個邊位就有一個窗。可以係晾衫架，呢度咧就可以平時你晾衫就唔會有油煙影響佢，因為呢個光井兩邊係個浴室嚟嘅。呢個單位咧就有3個嘅梗房，每間房間咧都有足夠嘅窗嘅闊度，而且個大房咧其實尾房啦，其實你差唔多佢自己有個套廁嘅。咁啲人感覺上你入到去住，或者你就2手樓賣翻出去，你大家都覺得，咦呢個唔係咁明顯嘅公營房屋轉化出嚟嘅居屋啊，甚至乎你覺得你同呢個私人樓宇有一個類比啊。緊廚、梗房、套廁，私樓常見嘅開式特點，康和式都有。咁好似啱啱講到嘅愉翠苑，由樓盤當年嘅小冊子就見到，廚廁更加有埋裝修同配備，咁反映當時嘅居屋質素提升咗唔少。咁可惜呢一種設計維持5到10年就要消失。2003年係居屋史上重要嘅一年，咁因應97樓價暴跌，政府退出作為發展商嘅角色。03年開始停售居屋，康和式亦都唔可以延續落去。直到2014年政府復售居屋，為咗追翻停售10幾年期間嘅供應量，統一採用咗一種非標準型，但係就融合咗一啲標準化嘅設計。其實就因地制宜，根據唔同嘅地盤嘅條件咧，就去拼啦。咁但係每個單位咧都希望做到標準，因為想用更加嘅機械化生產，我哋所謂嘅預製件生產。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非標準型之下嘅標準啦。大約係2019年落成嘅海樂苑，其實就都係我哋而家近年叫做非標準型嘅啦。點解啊？因為你見唔到任何嘅模式，呢個只係個 R 叉型，又唔係 Y 型，又唔係十字形。其實最重要咧，我哋就係佢哋每一個嘅單位咧，其實大家都見到，佢仍然有一個標準嘅模組嘅。同和諧式好似，非標準型之下嘅部分牆身、樓板都係預製組件，間隔方面同樣預留彈性。近年咧就係見到啦，都係冇間隔嘅，除咗廚房、廁所係冇睡房嘅間隔。咁所以咧設計上面預留咗一啲嘅譬如嘅外牆啊，或者內籠嘅一啲嘅間牆咧，其實足夠佢可以間到一間睡房嘅。廚房、廁所咧，其實都有一個標準嘅尺寸喺度嘅。
標準化嘅生產模式可以加大成本效益。唔單止居屋，近年嘅綠置居、公屋亦都係採用類近嘅開式設計。若果邊一類資助房屋唔夠，都方便隨時調動資源。例如最新一期綠置居宏志苑，就係由公屋轉成。隨住社會發展，人口增多，居屋嘅設計亦都變化多端。今集都涵蓋唔晒所有嘅開式，就係抽咗其中5款同大家分享。由1978年嘅早年非標準型，中間經歷咗十字型、和諧式、康和式，嚟到近年嘅非標準型，你又最中意邊一款呢？都不妨留言話俾我哋知啊，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嚟緊嘅居屋設計應該點樣發展落去呢？唔再開門見廁嘅話，大門褪過咗，係咪真係實用咗？因人而異嘅啫，見仁見智啦嚇。因為我哋如果呢個門口位唔係擺喺呢個位置咧，擺過啲近翻個客飯廳呢個位置，開咗門口過少少咧，就可能影響緊我哋個客飯廳。譬如擺我哋嘅飯台啦，擺我哋嘅其他嘅櫃啦嘅空間少咗好多嘅。一齊嚟想像一下啦，假設大門向另一邊褪過咗，廚廁對出嘅空間，除咗可以擺下雪櫃之外，仲可以擺多個儲物櫃或者鞋櫃。但係因為要預留開山大門嘅位置，餐台好大機會要擺過嚟浴室對出嘅空間。若果係400幾尺嘅兩房，都仲有位擺埋梳化同電視機櫃。不過若果原則係一房，大廳諗住間多間房嘅話，擺完餐台之後就未必有位佈置埋梳化同電視機櫃啦。除咗開則有變，年尾推售嘅新居屋亦都唔再會有廚房灶台、晾衫架等等。不過呢一啲都只係小改變，新居屋要更加貼近買家嘅需求。Vincent 認為戶型先係重點。可以增加多少少嘅大面積嘅戶型，其實就起碼就小家庭，小家庭咧就兩夫婦就有個小朋友，咁有2間房，我覺得應該係一個主流。同一時間，我哋都希望諗下居屋嚟緊個發展，好多人都想利用一個居屋，可能喺個二手市場上邊嘅作為佢置業階梯嘅一個上升嘅一層。我哋以前咧嘅居屋設計都有唔少係3房單位嘅，當其時都好受歡迎。咁近年就認真少3房單位啦，咁我覺得嚟緊應該可以加翻多啲3房單位。就算今日嚟講，3房單位都仲係好受到歡迎㗎。好似綠置居2023麗玥苑，供應近年少有嘅3房單位，開賣唔夠1個鐘就已經賣晒，反映市場對大單位絕對有需求。喺未來居屋發展方面，除咗戶型設計，建造方式同樣值得關注。早喺30年前嘅和諧式居屋已經採用預製組件，例如係外牆、部分樓板、樓梯等等。至於近年引入嘅組裝合成法，亦即係 MIC， 將喺廠房完成嘅工序增加，包括做埋裝飾工程，嚟到加快建築進度。有用到 MIC 建造模式嘅居屋，有安華苑、啟欣苑、安柏苑、兆湖苑等等。不過部分屋苑入伙嗰陣，買家就發現到唔可以立亂改動間隔，而且用呢一種建造方式起嘅樓，亦都發現到有滲水或者漏水嘅問題。由於組裝合成建築法喺香港發展嘅時間唔算好耐，所以 Vincent 就認為至少有3方面可以改進，嚟到提升樓宇質素。MIC 如果你用混凝土石屎係始終重嘅，始終吊運上邊第一效率低，第二可能風險高，咁所以減低個材料嘅重量係我哋要俾心機去諗嘅。第二就係會唔會做到啲牆比以前傳統現場落石屎係厚咗咧？因為早期嘅 MIC 設計係真係會厚咗，差唔多厚咗1倍咁多。咁其實咧就我相信呢個位置可以將呢個嘅材料同埋鋼筋嘅一個編排嘅模式咧，就係做得大家有共識之後咧，可以將嗰啲結構牆可以減省。我哋仲有一樣嘢咧 ，MIC 咧近年俾人詬病多就係滲水，因為外牆我哋始終好多接駁位，咁其實我哋可以喺設計上面落多啲功夫，甚至乎咧就係我哋嗰啲嘅 MIC 嘅組件咧，其實佢拼裝得嗰個位置可以控制得更精準咧。若果 MIC 用得理想，除咗可以慳時間同成本，仲可以解決勞工短缺嘅問題。因為少咗現場施工，自然可以減少工人嘅數量。只不過要改良技術，相信仲需要一段時間。
咁總結而家嘅居屋設計都唔係話完全冇優點㗎。咁例如喺空間方面，同一個尺數一般都會比私樓實用，咁而且廚廁都有窗通風。嗱，呢一點私樓都未必做得到。不過居屋嘅交樓標準就比較簡單，客廳唔會有地板，廚廁都只有基本嘅設備，咁而且冇間隔，要自己間房，買家要預留多啲裝修嘅 budget 啦。對於嚟緊嘅居屋設計啦，我自己就覺得個廚廁配件咧可以省略啦。咁因為而家嘅配置啦，其實都比較簡單啦，好多時候啦，買家都會自己重新裝修。咁若果房署唔再供應呢啲配置，反而個樓價折讓啲咧，似乎就嚟得更加實際啦。咁今集時間又差唔多，若果你都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記得 subscribe 同埋 CLS 啦。